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洋白鹿将门毒后选角争议 IP 改编如何平衡书粉期待与影视化现实？当杨洋与白鹿主演将门毒后的消息官宣时，书粉圈瞬间分裂成两大阵营，有人高呼谢景行本行，也有人质疑34岁灵魂的少女谁来演。这部改编自千山查克小说的 IP 尚未开拍就因选角争议被推上风口浪尖，背后折射的正是网络文学影视化所面临的永恒难题：如何在书粉的高期待与影视化的现实操作之间找到平衡？书粉的执念与选角的第一道火药味。IP 改编剧的核心观众无疑是原著书粉，他们不仅是最早期的受众，更是口碑的发动机。将门毒后作为网络文学圈中拥有极高热度的重生爽文，在晋江文学城连载时就积累了大批忠实拥趸。书粉对角色的形象早已在脑海里定型，而选角一旦与想象有出入，必然引发巨大争议。杨洋饰演谢景行的消息引发最激烈讨论。原著中公子世无双的谢小侯爷初登场时不过17、18岁，少年意气风发。90年出生的杨洋已经35岁，纵然古装扮相极佳，难免会带来少年感不足的质疑。不少粉丝担心，杨洋虽能演绎贵气与俊雅，但少年将军的灵动气息或许已经很难再现。尤其当书粉翻出原著时间线的 bug 时，更觉得违和。谢景行前世22岁战死，而女主沈妙已嫁人生子，当人质5年，重生后的34岁灵魂与少年男主恋爱，这样的年龄差设定本就令人出戏，再加上演员实际年龄，让出戏感成倍放大。相比之下，白鹿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她不仅要演14岁少女的外壳，还要演34岁重生皇后的灵魂。这种双重生设定对演员的眼神、语气和微表情控制要求极高。观众期待的是一种年少行躯、老成灵魂的矛盾感，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显得割裂。于是书粉提出疑问：前世家破人亡的沈妙毫无觉察，重生后却如开天眼般步步算计，这种转变如何让人信服？白鹿能否撑起这种戏剧张力，成为争论的核心。角色贴合度，从少年将军到毒后皇后的两面难题。一、杨洋的谢景行颜值与气质高度契合，年龄成为最大短板。谢景行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张苏卡俊美无双、腹黑权谋、护妻狂魔。杨洋过去在《微微一笑很倾城》《全职高手且试天下》等剧中的角色，都展现出他在古装与现代剧中兼具俊朗与金贵的优势。但金贵并不等于少年。杨洋虽然外形保养得宜，但眉眼间的成熟感很难完全抹去。观众或许能接受他饰演20多岁的将军，但17、18岁的少年小侯爷难免显得牵强。有人调侃，杨洋再好看，也难逃成年男人装嫩的尴尬。这恰恰说明观众对角色的少年感极为敏感。2、白鹿的沈妙少女与皇后的双重性考验。沈妙的复杂之处在于，她的身体是少女，灵魂却是34岁的重生皇后。这种角色设定几乎是对演员演技的终极考题。白鹿在长月烬明、周生如故以爱未营中展现过清丽、坚韧、甜美等多样形象，但将门毒后的沈妙却需要她同时表现稚嫩与老成的双重性。她既要让观众相信她是一个14岁的少女娇憨、稚气未脱，又要在转眼之间流露出30多岁的冷静与狠戾。若演得太稚嫩，观众会觉得女主智商崩塌；若演得太老成，又失去了少女皮囊的矛盾美感。这种拿捏本就是高难度挑战。剧情硬伤与影视化困境。
将门毒后的原著故事本就存在不少逻辑漏洞，这在网络小说中或许能被爽点掩盖，但搬上荧幕后则会被无限放大。一、政治智商的飘忽不定。前世的沈庙在家破人亡时几乎毫无反抗之力，但重生后却智商爆表，算无一策。这种开挂式成长在小说里能带来快感，但影视化后若没有合理过渡，就会显得极为突兀。二、时间线混乱。皇后做人质5年的设定严重违背历史常识。小说粉丝或许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电视剧观众面对如此设定，极可能质疑编剧在侮辱智商。3、配角降智。原著中的反派常常坏得无脑，为了陷害女主使用伤敌1000自损900的手段。小说中这种爽文桥段能博取快感，但影视剧中则容易沦为低幼化。4、敏感情节的处理，尤其是叛国情节，沈庙为了复仇将明岐江山拱手让给大梁，这种设定在当前政剧风潮下极可能触及审查红线。制作方显然要对此进行改写，而一旦改写过度，又可能失去原著粉丝期待的复仇爽感。可能的改编策略：修补漏洞，突出核心爽点。面对上述困境，制作方大概率会采取几种措施来平衡：一、强化男主权谋线，弱化女主政治戏份，将谢景行的权谋与智商强化，让沈庙的成长更渐进。这样既能保留双强设定，又能避免女主开挂式逆袭的突兀感。2、调整女主觉醒路径，将沈庙的成长描绘为逐步学习、逐渐沉淀，而非重生即开挂，这样观众会更容易接受角色转变。3、赋予配角合理动机，让反派的行为更符合人性逻辑，避免坏的无脑。例如2房3房的争权斗利，可以加入更多现实合理性。4、修正敏感剧情，灭国复仇的主线可能被改为保家卫国加家族复仇的双线结合，这样既保留爽感，又避免触碰审查红线。5、突出情感线，谢景行的地刀式宠妻，沈庙的黑莲花逆袭，是书粉最期待的爽点。只要牢牢抓住这2点，即便改动剧情细节，也能让观众获得满足。IP 改编的双向博弈，书粉期待 vs 大众市场。影视化改编永远处在2种张力之间。书粉期待，希望完全还原原著，角色人设、剧情走向不能大幅偏离。大众市场更关注逻辑合理性、剧情张力、演员表现与整体观感。如果过度迎合书粉，就可能陷入自嗨，难以打开更广泛的市场。如果完全迎合市场，又容易失去书粉的支持，口碑坍塌。成功的改编往往能在2者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将门毒后的改编就需要在重生复仇爽感与影视逻辑合理性之间找到平衡。书粉与剧方的沟通机制能否建立良性互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剧组意识到书粉的重要性。从定妆照、片花到路透照，制作方会提前释放物料，收集反馈。对于将门毒后来说，这样的沟通更是必不可少。面对选角争议，剧方若能及时回应书粉关切，解释剧情改编逻辑，反而能起到安抚作用。比如，公布白鹿如何演绎少女皮囊加皇后灵魂的片段，展现演技突破；展示杨洋少年感造型与动作戏片花，缓解观众对年龄感的担忧；对争议剧情提前释出官方解释，引导舆论。一旦沟通机制建立顺畅，书粉不但不会成为负面声量的来源，反而会成为剧集的第一波安利官。结语：影视化的重生能否成功？当文字构建的想象宇宙遭遇影视具象化表达，冲突在所难免。
书粉需要理解影视创作的限制，而制作方则应更尊重原著精神内核。将门读后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复仇爽感，更在于双重生设定和极致情感体验。如果改编能抓住这2点精髓，合理修补逻辑漏洞，或许能将争议转化为话题热度，让作品成为爆款。毕竟，最好的 IP 改编，不是让书粉和剧粉互相撕裂，而是让他们在荧幕前共同获得重生的惊喜，而非两败俱伤的读后之争。